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气压回路的认识篇。那这个部分呢，一般气压回路呢，我们如果在不认识的时候，通常是蛮不好入门的。因为它的气压回路呢是比较抽象一点。所以今天就是以这种入门的角度呢，以各位从来没有学过，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进行。那今天呢，后面的章节就会辅助你，我们要怎么去观看这些气压的回路。那今天呢，最主要就会以我们的阀类的结构，我们的阀到底是怎么作动，它的原理是怎么样，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辅助各位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的气压回路呢，它是怎么去运作跟怎么去看它的。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跟了解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气压回路元件的一些符号。那我们如果有查资料或是从设计便当，我们会看到非常多气压回路图示这类的一个元件的一些代表的是什么。那这里呢，我们一开始入门的话呢，尽量不要看太多这类的图示，因为这样呢，对我们的学习呢是会更加深它的难度的。甚至我们会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或是说看不懂，导致说心理层面呢会有一些挫折感。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先挑几个简易的来做认识。那这里呢，我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第一个呢，我们会看到这种管路管路的代表的线大概是这样子的，这是比较单纯的。然后再来呢，我们会看到三角形三角形如果是空心的话，一般代表的是气路，然后实心代表是油路。然后等一下所介绍的呢，会以气路为主，那油路的部分其实是相通的。那这部分呢，我们如果入门的话，会建议各位先学气路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气路的气压回路呢，我们了解之后呢，油压回路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相通。那再来是压力表，压力表里面呢，我们会有分。一般我们在气路里面呢，压力是我们的一般的正压，然后呢，如果是真空类的呢，它就是负压，然后如果是油路系统呢，就会有油压表所以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符号来代表它是属于压力表。那压力又分什么压力呢？我们这边后续如果有用到，再来做细分就可以了。再来呢是我们的气压源气压源一般呢就是我们的compressor一般我们的气体的来源，然后以及说有时候呢，如果是油路的话，我们可能会搭配马达，或是说真空呢会有真空马达那等一下呢，我们所介绍的都是气路的部分，所以气压回路呢，我们等一下会以 P 这个气压源为主。那再来呢，我们会看到方框，方框会有一些控制阀，控制阀就是我们在控制一些气压的时候，有一些阀件呢来做一些内部的控制，所以呢，气压回路里面我们会看到相当多的控制阀来做一些变化我们可能会有这几种那等一下有介绍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说明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弹簧的符号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气压缸或者是控制阀，都有可能会用到弹簧，以及说我们的阀类里面会有方向，方向所代表就是我现在的气路或油路呢，它所行走的方向是什么方向那这里呢，我们先在这边呢做一些简易的一些认识，等一下后面呢来介绍一下气压元件的时候，各位会更清楚一点咯。再来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气压元件。那这边呢，气压元件的种类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因为是以入门的方式呢来介绍给大家所以挑几款呢比较适合入门的来认识。那这边呢，我们就直接来观看首先是气压缸的部分。那气压缸我们的图示就比较单纯。那一般呢，它还会有弹簧式的。那等一下后面有介绍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说明就可以了。那再来呢是阀类的部分，阀类的话这边挑几款呢，我们比较常见或是比较适合入门的来做说明。首先是二口二位阀。那二口我们刚刚有介绍方框几个方框就是几个位那这边是两个方框所以是二位，这边呢也是二位的当然也有三位的，那这边呢入门款就没有来介绍。再来是几口，几口代表它是有几个口径嘛那这边我们会看到，一般呢它会有英文标示的符号那这边我们看到二位两个，三位有三个，那五位就有五个嘛所以这样的话，二口二位三口二位，五口二位。那五口二位的话，它可能有分双头的电子阀或是单头。单头的话呢，我们会另一边可能是用弹簧富贵的方式
然后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图示给大家做认识。好，那像这样子，好，3口2位哦，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哦，当然不一定啦，它主要的形式是这样，那可能有一些细部会不太一样。2口2位，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大约理解就可以了。我们一般呢，用这样的立体图呢来给大家做一些辅助。那再来呢，是一个调整法。调整法的话，我们这边呢可以做一些调整。我们的气压源进来之后，可以做一些小微调。大概是像这个样子。这边大概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再来是比例法。比例法一样，我们可以做调整。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做的控制就会比较多。大约是这个样子。以及说3点组合。3点组合一般我们气压源进来呢，我们可以透过3点组合来做一些控制，或是甚至调整压力等等的。那这边也会有压力表，我们可以去做观看。那这里呢，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3点组合的一个形式。这边呢，我们比较常看到呢是用 P 源这个气压源呢来做替代。当然呢，3点组合你要把它标示上去也是 OK 的。这样呢，整个气压回路呢是会比较完整的。那这边呢，我们就先了解到这里咯。首先呢，我们先从2口2位的作动原理来做说明。那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2口2位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它是有2个口径，一进一出，然后中间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类似一个球阀，好像是水龙头这样子，一开一关。当我关闭的时候呢，两边是没有导通，所以像这样子2口2位2个口径呢，中间没有导通，所以呢，我的气压源是流不通的。当我开启之后呢，导通之后呢，那这边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水龙头打开了，这个球阀开了之后呢，2个口径导通了。那导通之后呢，我的气压源就可以从这边过去了。所以它这个呢，会比较像是一个开关的动作，关闭或开启。然后呢，我的气压源呢是一直有打气的动作，只是我透过这个2口2位法呢，把这个气压源做遮断或是导通，类似这样的原理。那这里呢，我们的元件量头呢，一般就会有一个螺纹。那这边我们最常看到的是PT雅的，然后我们就会搭配我们的管用的接头，像是这种快速接头呢，或是飞速接头。那这边如果不了解或有兴趣的呢，我们可以到管用接头的认识篇这里会有更详细的说明这边呢也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有兴趣的人可以做深入的观看。那这边我们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到这一步，等一下来介绍一下电子法的作动原理到底是什么呢？再来呢，要介绍的是这个章节的一个重点。那这里呢，我们从了解电子法的结构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学习未来呢，我们这些气压元件到底怎么作动呢，会更理解的。那我们就直接来观看。那这边呢，一般会推荐5口2位呢来做一个学习。这样子呢，我们对于未来呢有其他的法类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我们就可以做相通。那我们直接来看。一般呢，我们现在呢的状态呢就是复归。复归的话，我们要看这个英文标示的符号在哪里。现在标示的是右边这里，所以我们要先看右边这个方向。那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的结构。内部这个轴向的地方呢，它是会做轴向的运动。所以这里呢会有弹簧，弹簧顶住的时候呢，那这边呢就会回弹。那当我们这边电子法呢作动之后呢，就会做一个另一个动作。那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弹簧复归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右边这里。右边的话是 P 到 R， 然后 P 到 A。那这边呢，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阶级一个阶级，那每个阶级中间呢都会有一些 O 型环来做挡的动作。然后呢，每一个地方我们每一个口呢都会有一个小缺口。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阶级呢跟缺口以及 O 型环呢，造成说它有个地方可以导通，有的地方不能导通。所以我们就可以产生气压回路。这样所以阀类的功用就在这里。那我们看到 P 到 R。P 到 R 这边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小缺口，然后这里也有缺口，那这边呢被 O 型环挡住，所以它的气体呢只能从这边流过来。然后呢 ，P 的话一般就是我们的气压源，气压源进来之后呢，就会从这个缺口流过来，那这边都被挡住了，所以它只能从 P 流到 A。所以这里呢，我们所表示的呢，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图示。当我们导通之后，就要看另一边，另一边之后呢，这边 R 就被挡住了，像这里。然后 P 的气压源这边也被挡住了，所以过不去，只能到 B。所以从这个小缺口过到这里，就过来了。
然后过来之后呢，另一边呢就是从这里下来，所以是从 A 过来之后被挡住了，然后这里有个缺口，所以 A 都会到 R。所以是这样的原理。如果这边呢还不清楚的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后面呢会有一些平面图再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所以我们在结构上，我们就会知道说，一般法类呢，当然不一定每一个法里面的结构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原理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做轴向的一个推拉之后呢，我们所以透过这个有没有导通的一个气势来做一个我们的气体到底要往哪边去所以产生的一个回路那我们就从这个原理呢来认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些气压回路的法类为什么会这样去走向，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箭头，那这边我们就会更理解。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来认识这边，等一下后面呢会有一些详细的图示来跟大家做解说咯。好的，刚有讲解过电磁法结构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两个动作。首先是弹簧复归的时候，就是它起始的状态的平面图，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这边呢来看一下它的气压元件的图是5口2位法，然后是单头弹簧复归。那这边呢我们看到一般呢我们如果在没有做动，它是复归的状态，就是由弹簧去做复归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里框起来这个地方，右边这里。A 是流到 R， 然后 P 到 B 它是5口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剖面图，5个口嘛。然后呢，因为这边呢会有一些 O 型环，然后呢这个口呢会有小缺口，所以呢我们的气体呢一般是从 P 进来。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其他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搭配。那我们先来看它的走向，就是当我的气压源从 P 进来之后呢，会透过这个 O 型环挡住之后，从这个缺口出去，所以就是 P 流到 B。我们来看这边 P 流到 B， 然后 S 这边呢都被挡住了所以没有。然后呢 A 这边呢它一样有一个缺口，然后这边 O 型环挡住，流过来之后一样 R 这边有一个缺口会流出来 A 到 R， 是这样的一个走向。那一般呢 R 跟 S 这边有时候呢我们没有用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它接个消音器那这边各位理解一下就可以了未来如果真的有细部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了解就 OK 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做动的时候，做动之后呢就是弹簧被压缩之后呢，它就是达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另外一个方位的时候呢，就是第二个位嘛。我们就来看左边这里导通之后呢，就是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剖面图。剖面图的这个地方呢R 的地方呢被挡住了所以这边没有。然后呢，气压是从 P 的地方进来之后呢那这边呢被 O 型环挡住，那这边有个小缺口，所以从小缺口这边流过来，那这里又被 O 型环挡住了所以这边A 的地方有小缺口，所以从 P 进来之后呢，就往 A 的地方流动所以是这样斜过来是 P 到 A 嘛，所以要看这边流过来之后，我们看另一边，第一边的 P 呢这边有小缺口会流过来，前后两端被 O 型环挡住，这边也被 O 型环挡住但是这边有小缺口，所以它就从 P 流到 R 是这样子过来所以两个动作刚好是这样的方向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更理解一下原来它的阀位呢要怎么去观看它那这里呢2口2位的地方，还有3口2位的地方呢更正5口2位的地方，这边呢我们先来做初步的认识，等一下后面就会来介绍一下气压回路的一个示范。那这边呢各位先学习到这里咯。再来呢，我会循序渐进的来介绍一些气压回路的示范，那各位呢就依序的来观看呢，会对各位是比较有帮助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示范一。示范一这边呢会示范3口2位的一个电磁阀。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气压的回路，那这边我们来观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先看左边的图示，左边的图示呢是还没有导通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右边的图示就是导通的情况下那这边我们看到的3口2位呢是弹簧复归的在我的电磁阀还没有导通之前呢，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气压源都是一直有开启的状态所以这边呢，一开始气压源进来之后呢，是被挡住的，是目前是没有导通的情形。然后气压缸的部分呢，我只有接1口的地方，因为呢，它的另一个地方呢是做弹簧做复归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导通之后，气体导通了，我的气压缸会伸长。然后呢，当我的气体呢关闭之后，没有气压源之后呢，会透过弹簧的机械的力量呢，把气压缸的这个杆呢伸缩拉回来。所以就是一拉一放，我透过一个阀位，然后机械的弹簧所达到的。那这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首先，在还没导通的情况下呢，我的气压源进来之后被挡住了，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去。所以我的气压缸目前呢是缩回的动作，利用弹簧力缩回。那它的气体呢就从这边排掉。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如果导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导通之后我们看到这边呢，我来做一个图示，各位会比较好理解。我们直接把这个移过来，然后呢，我们直接看气压源之后过来导通之后呢，我就会从P 到 A 直接过来，过来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气压缸，然后这里充满气体之后就会往前推，然后我的气压缸就伸长了。所以我做动之后，气压缸伸长。那我不做动呢？这个3口2位是透过弹簧力弹回来，我们就来看左边这里，左边这里弹回来之后，那气压缸一样用弹簧弹回来。就缩回，类似这样的原理。那这边呢，各位就先做一个简单的学习咯。再来呢，我来介绍的是5口2位法的一个运用，一样是一个简单的气压回路示范，但是呢，会比刚刚的气压回路呢会再难一点。所以这边呢，可能各位要花一点时间来做理解。那这边呢，给各位放上一个剖面图来做一个算是辅助的。我们的5口2位是这样子。那如果各位呢对于这个5口2位它的作动呢忘记了或是说还是不是很理解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回到前面的章节，我们先来更了解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学习这个回路图的时候呢，会比较清楚的。那一样这边气压缸呢，一样我也给各位呢放上这个立体图呢给各位做个辅助。所以这个气压缸呢是属于是有2个口径的，所以我们要透过气体呢来控制它我要伸长或是缩短的。所以这部分呢，一般的口径呢，我们就会再接类似管类的接头，像是快速接头啊，或是飞速接头都是 OK 的。那这一部分如果对于接头呢是有想要更深入的理解呢，我们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里会有管用接头的认识篇这里会有更详细的解说，我们再来做一些其他的认识跟学习。那这边我们回到主题呢，是5口2位法的一个气压回路图，那一样是属于比较简易的。那这边各位呢，我们就看2个，一个是没有导通的情况下是左边这里，然后呢右边是导通的情况下，那这个呢它是会怎么去做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没有导通的情况。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气压源呢都是一直有打气的动作。当我们没有导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导通的时候，要看左边这里，它的气体从 P 进来之后呢，透过 B， 那 B 我们接到这边的气压缸，所以呢它就会快速的缩回。然后呢，这边的气体呢就从 A 到 R 直接排掉。所以我们没有导通的时候呢，气压缸是快速的缩回。那这边气体我们如果是前面的气压源是没有调整，它的速度就会很快的嘣一声就回来的。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呢，其他的细节就没有再说明了。那这边呢，我们在导通的情况下呢，这边我们就要看左边导通之后呢，我们就看气体是从 P流到 A 这边 P 流到 A 过来之后呢，透过这边的气压缸的口径呢，所以它会快速的伸长，就会嘣伸长出去。然后呢，这边的气体就会透过这里呢 P流到 S 这样排掉。所以呢，我们如果导通之后呢，就会嘣伸长，然后呢不导通呢就会嘣缩回。大概是这样子的。那这里呢，各位如果还是不清楚的，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做学习。当然我们气压回路的学习呢，最好是搭配实际上的一些实验测试，那这样会对各位的学习会更有帮助。那这边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咯。好的，第3个示范呢，难度就会比较高一点。那这边呢的表示法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气压回路的表示法。那前面所介绍的，因为要辅助各位来认识所以会有导通前跟导通后的它的一个图示。
好，那像这边也是导通前跟导通后的图示。好，那一般气压回路呢是没有这样的辅助的。好，它就是一张图示来做表示。好，所以在它的导通与不导通呢，我们就是要靠想象的哦。所以呢这一块呢，对于说刚入门来学习气压元件的人呢，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这部分呢，还是建议各位呢先做一点这样的一个辅助哦。等到我们真的 OK 没有问题呢，我们再来看第3个示范，我们会对学习会更有帮助。那这边呢，就直接来做示范。刚气压回路第2个呢的延伸，我们刚有提到说，当我们气压源进来呢，它会嘣快速的伸长或快速的缩短，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那如果这里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控制气压缸伸长或缩短的速度，我们要怎么去做它？我们可以透过比例法。好，那我们当气压源进来比例法之后呢，就会透过比例法的方式呢，来做一个我们气体呢到底是要多大的气压，来透过它来做调整。调整完之后，我们再经过我们的电磁法之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气压缸它的伸长速度要多快。当然这边要做测试，然后呢，回来的速度大概要多快，或是它的力量要多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比例法跟气压源来做换算。那这边细部呢就没有再来做解说，我们直接看气压回路的部分。那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状况呢是没有导通的情况，所以我们比例法调整完之后，假设我把它调整的它的气体呢是力量比较小，所以它的回来的速度会比较慢。所以气体呢还是一样常态的开启。透过比例法过来之后呢，我的气体呢，力量调整变小之后呢，从 P 到 B 之后呢，透过气压缸缩回，所以它的速度就不会嘣的一声就回来，就会慢慢的缩回来。然后呢，这边的气体从 A 到 R 排掉。当我导通之后呢，一样气体进来，透过比例法过来，所以 P 到 A 过来，我们就透过这边 P 到 A 过来伸长，所以也不会瞬间的蹦出去，就会慢慢的伸长。然后这边呢 P 一样这样退回，从这边卸掉，所以呢，我们如果用这个比例法这样的一个配置，代表说我们这里呢，不管导通与不导通，所以我们这边呢所控制它的就是伸长跟缩短，我们就可以控制伸长跟缩短，就可以速度或是力量不要那么大那这边就可以这样的做控制。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2种，第2种呢是属于一个延伸的应用那我们就是把比例法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好处在于说，我们这边呢控制呢我的伸长跟缩短的控制，我们就可以把它变得比较变化不一样力量的不一样。这边一样全气的气压源进来之后呢，在我没导通的时候呢，是直接过来逼的话到这边缩回，所以它呢嘣缩回的速度是很快的力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当我气压进来之后呢，我导通了从 P 到 A 过来之后，我的气体过来又经过比例法，所以它的这边的力量呢就有做改变假设我的力量把它变小一点所以这边推出去力量变小之后，我就会发现气压缸伸长的力量以及它的速度就没有突然间瞬间那么大所以这边呢我就不可以控制它，说我伸长的力量呢是可以做控制的，那缩回的力量呢是用最大的力量，所以呢这边我们在搭配应用就会不一样那这里呢就让各位理解一下其实气压元件呢气压回路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这边呢先让大家理解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变化是这类似的应用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气压回路的认识篇刚刚呢有透过一些简易的符号、气压元件的一个说明，以及说我们透过了电磁法的结构呢，来跟各位来解说一下，到底呢气压法呢它的这些阀类的作动是怎么样的，以及它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产生这些作动的。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原来呢气压回路是这个模式，我们的那个抽象感呢就没有那么大那透过几个简易的气压回路的示范呢，让各位来理解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应用它那这里呢其实气压回路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那一般呢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一些自动控制类的我们会看到很多呢像这一类的气压控制那这里呢它的延伸应用也是非常的多
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只透过这样简易的认识呢，就可以看懂所有的回路图。当然我们这些回路呢，都是要去做其他的认识跟学习。那我们透过今天这个几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对于气压回路呢，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了解说，我要怎么去看它。那做动与不做动怎么去看它，以及说我们呢，它的结构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动的原理，以及不同的一个阀类、不同的一个回路呢，所搭配出来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要透过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功能，然后需要哪一些元件，以及说怎么样配置的回路图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想要的功能所搭配的回路图有非常多种，那哪一种比较适合我们呢？当然还要依照我们的经验以及实际的使用为主咯。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都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